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9种最容易离婚的男人相，到老最容易孤身一人。中国的命理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包含的内容有很多，其中面相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看出他将来的运势和发展。现在离婚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么面相上看，什么面相的男人容易离婚呢？什么样的男人又会婚姻幸福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最容易离婚的男人面相。肩门低陷，肩门就是眼角的位置，如果男人肩门低陷，灰暗无光，那么婚姻最容易不到头。在婚姻中主要表现为其包容心和责任心不够。再有，如果35岁之后肩门还没有鱼尾纹的话，花心的占90%，这样的男人生活会非常放荡。当有一天女人再也不能容忍的时候，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。眉为散，妻财难聚。眼眉代表情缘宫，代表感情。如果眉毛黑浓的男人会感情用事，眉中生出杂毛或逆生。有这样眉毛的男人不仅情绪不容易控制，而且还带有潜在的暴力倾向。当女方让他习惯性的动粗，那么这段婚姻不离也会拖入痛苦的深渊。眉尾如果散开，这样的男人不但会破财，而且连妻子也会保不住，所以离婚率非常高。耳朵一上一下，男人耳朵出现不一样高的人，感情上坎坷多。这样的男人并不是自己内心有多花心而出现感情的不长久，而是有此特征的男人自身的感情宫容易出现犯冲，内心往往压不住火气，而导致性格上的暴躁，导致婚姻的不顺，易出现二婚等征兆。男人天生卷发，天生卷发的人一般异性缘都非常的不错，容易结交异性，魅力非常的大。这样的男人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，喜欢玩刺激，喜欢不断尝鲜，生性就淫荡，哪怕是在大街上逛街也会到处放电，容易见异思迁。在婚姻中从来不会顾及到自己的爱人和家庭，为人非常的自私，属于抛妻弃子型。颧骨露骨而腮部下陷，颧骨宽而下巴瘦小，这类男人很有野心，喜欢往外跑而不顾家，是明显的不受管束的类型，而且心思重，想法多。如果你太认真，那么这样的婚姻就很难再维持下去。如果你听之任之，那么只有你自己受委屈，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心灵崩溃。眉毛下面的眉骨高，眉骨高无论是男女都不是个好的面相。男人眉骨突出且高的人一般做事冲动狂妄，从不为别人着想，知进不知退，知成不知败，一生都容易树敌，常有争执打架是非之事。如果只是眉骨高而没有肉的话，就代表对兄弟无情，这样的男人绝对不会经营自己的婚姻。眼白有痣者，眼白有痣的男人天生带有强烈的桃花，不管到哪里都是强力发电机，异性都会不断的投怀送抱，容易对感情不专一，出现见异思迁、抛妻弃子的情况。这种面相特点的男人是非常容易出轨，也容易是离婚。有明显桃花纹者，桃花纹在眼堵中，通常这条纹如果长过眼尾，表示本身桃花极重，与异性有缘。如果男人本身把握不住自己，往往会出现拖泥带水的情况，既好色又胆小，怕老婆，所以做事喜欢偷偷摸摸，导致婚外情发生。这种出轨，各位女士们，你们身边的他是有这种面相特征的话，你可要小心了。眼光似水者，眼光似水这种眼睛又称为桃花眼，即眼睛水汪汪，眼神似笑非笑。有这种面相的男人天生桃花很旺，电力超强，很容易招女性的喜欢，尤其是35至45岁期间桃花特别旺盛。若是未婚者，便有机会与多位异性谈情说爱，假如是已婚男士，则会频频有婚外情发生，最后很可能会走到离婚的地步。婚姻幸福男人面相。山根高，这类男人事业心很强，关于本人怀有很高的等待，他们在婚姻中能够娶到特别温顺贤惠、知书达理的老婆。婚后他们能够将全部的时间和精神全部都投入到职场中，家里各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完整不需要
本人操心。由于老婆会打理的有条不紊，每天晚上不论多晚下班，锅里永远有热好的饭菜，还会留有一盏暖和的小夜灯。夫妻俩历来不会吵架，妻子容纳心很强，即使丈夫有时分说了不好听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往心里去。2. 眉尾靠拢。眉毛的生长状况意味着一个人在感情运势上的开展状况，也因而若一个男人眉尾靠拢的话，那么这便代表着其在运势上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。他们可以聚财，再加上眉骨不算高的话，那么具有这种面相特征的男人普通都是会有较好的婚姻关系的。他们娶到聪明贤惠的妻子率，而婚后生活本人可以相当省心，且其妻子还能为他们的事业方面提供协助。3. 额头饱满。这类男人性格操行端正，自然也可以吸收到相同类型女性的留意。婚后夫妻俩能够携手将小日子运营得红红火火。夫妻俩原生家庭条件都很普通，两人都是十分务实的类型，不会怀有不实在实际的梦想，彼此携手前行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共同面对。两人极为坦诚，不存在任何坦白，一切的心机和想法都很毫无保存的和对方分享。而且夫妻两个人忠贞又专注，眼睛中只要有对方的存在，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。4. 双唇厚实。男人的嘴唇厚实，天生的食禄与财路丰足，不用忧愁没有赚钱的路径，而且嘴唇与牙齿通常代表的就是中木年的运势与财气，家财富足，财神雄厚，这样的男人天生就是经商的料。若是可以找一个懂得管钱理财之人，婚后必定会越来越旺，生活上也会愈加富足，从而带旺家业，福泽祖孙后代，一辈子过得风调雨顺。5. 山根肉多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的鼻梁处，上连印堂，下连鼻弓，主管财运与家庭幸福等。若是男人的山根饱满，长得肉多的话，其普通都是有富足的家财，得到祖上庇护，一辈子过得比你顺遂的。而且这样的男人十分容易找到旺夫宜子的女人，从而两人结婚后强强结合，必定会所向无敌，一定可以发家致富，过得富足幸福。6. 眉清目秀。若男人外在上长得眉清目秀且俊俏的话，那么他们普通在运势方面的表现是比你不错的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的异性缘特别强，也因而他们常常可以找到适宜本人的另一半，而其伴侣也普通都是比你娟秀的，家庭状况相对来说也要比你不错的，这也让他们事业上有了比你强硬的后台，而且在婚后他们在事业运势方面的开展也变得比婚前要旺得多，以至于还可以获得不小的成就。7. 肩门鱼尾。此处位于眼尾靠后的太阳穴四周，显现本身的福德涵养和其妻的德性和修养。此处饱满者，妻能保全，婚姻不失；而平洁润泽者，妻有贤德，特别是光亮而带光泽，则妻还会是公认的优秀。不止品德容颜学识条件都比你出众，此处最忌凹陷暗淡，生出黑点，斑纹、痣、伤、痘等，都代表娶妻方面的遗憾。比方妻有外心，婚姻不保，妻品德低下，病痛、灾害等等。普通这个位置的人，他们将来能够娶到一个美丽的妻子。8. 眉毛靠拢。眉毛是我们的感情宫，眉毛的生长状况很大水平上代表着人的感情运势。眉毛靠拢的男人运势是比你好的，可以聚财，再加上眉骨不高，这样的面相在婚姻当中比你好，很大时机可以娶到漂亮又聪明的老婆，不但可以协助本人打理好家务事儿，在事业上还能助本人一臂之力，事业开展顺利，将来他们的生活普通都是比你美妙的。美好的婚姻是大家追求的，这是需要两个人相互坦诚，相互信任。给大家讲讲男人有子志，败妻又败财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婚姻生活能否幸福是头等重要的，因此才有生得好不如嫁得好之说。那么什么样的男人有旺妻运值得嫁呢？什么样的男人会败妻不值得嫁呢？今天小酱汁就通过志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，到底什么样的男人值得嫁。1. 男人身上这6颗痣，败妻不能嫁。1. 颧骨附近有痣。颧骨在相学中是权力的象征，
也称之为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。如果男人的颧骨长得较高，而且附近长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孤傲和强势，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霸道，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独来独往，对他人不信任，不适合团队作战。在婚姻感情中经常插手妻子的工作和交际，非常的不讨人喜欢，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阻碍妻子的事业和财运。2. 嘴角上方有痣，嘴巴为吃饭和说话之所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享受欲和与人交往的态度。如果男人的嘴角稍上方长痣的话，这颗痣既为一颗散财痣，也为一颗桃花痣。长有此痣的男人大多生性比较的懒散，天生贪图安逸和享受，缺乏进取之心，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做事非常的不踏实，整天想着做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，也不喜欢动脑筋，赌性非常的大，容易染上不良恶习，而且特别贪心，不知道知足，身上的坏毛病比较多，有钱也存不住，散财较多，一生受苦受累。3. 睛明穴位置有痣。所谓的睛明穴，既是眼角稍上方的凹陷部位，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命门。如果此处长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缺乏主见和魄力，遇事容易犹豫不决，心性不够坚定，容易听信别人的话，思绪经常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，缺乏分析和判断力，做事时比较盲目和冲动。对于钱财方面的投资也是如此，容易因为自己的考虑不周，导致家中钱财外流，让一家人跟着受苦。4. 面部有三角痣。所谓的三角痣，指的是脸部邻近部位长了3颗痣，而且这3颗痣的分布呈三角形状。如果男人脸上长有这种痣的话，大多性格方面较为的怪癖，行事作风与常人大多不太一样，而且性格复杂多变，让人难以捉摸，特别的难相处，总是会给人一种很难靠近的感觉。而且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特别的情绪化，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，性格方面也非常的多疑，整天疑神疑鬼，对妻子也是如此，容易对妻子形成非常不好的影响。5. 眉眼和眼尾有痣。眉毛和眼睛之间的外侧部位，也就是太阳穴附近位置，在相学中称为奸门或者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夫妻感情运势和态度。如果此处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婚姻和感情容易产生变动。这种人一般非常的花心多情，意志力也特别的薄弱，容易经不住外界的诱惑，而且自身做事特别的奸猾，事业和财运没有什么前途，还会影响妻子的事业发展，婚姻也容易有第三者的插足，导致婚后夫妻之间的矛盾较多，离婚的几率比较高。6. 右眼角下方有痣。眼睛下方的部位在相学中称为泪堂，也叫做子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夫妻感情运势和子女运势。如果男人的眼睛下方部位长痣，尤其是右眼角下方长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情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没有耐心，对妻子和家人也比较的粗暴，身体内部隐藏着暴力倾向，喜欢把在外面受到的气全都发泄在家人身上，对妻子和子女的发展非常不利，还是远离为好。2. 男人身上这8颗痣旺妻。1. 耳朵长痣。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的是福相，若是在耳朵上长有极致的男人，天生带福，自身的运势也会比较强。嫁给这样的男人，不但能够帮助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，婚后在事业上的发展也会非常的顺利，有自己的伴侣帮忙，妻子也会跟着沾光，不论在爱情、家庭、人际、事业、财运各个方面都能够妥善处理，也有较幸运的善缘与机会。2. 眉中有痣。由于眉毛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事业运、财运的变化，
所以凡是和眉毛有关的志向都能够体现出命主具备的各种运势变化，以及未来的事业、家庭生活状况。像是眉毛中间长有痣，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吉痣。这颗痣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命主工作能力和财运有着不俗的发展空间，而且还能够体现出其人对待婚姻感情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。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真心对待自己的妻子，除了保证生活的高质量之外，还能够让妻子感受到爱情的浪漫。也就是说，这类男性身上的旺妻运还会影响妻子的爱情运势。3. 右眉上有痣。眉毛代表一个人的人格和精神，男人右眉上方有痣的话，基本都是吉利的象征，比较善解人意，有包容心，能吃苦，而且有很好的财运。即使年轻时比较贫穷，也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番事业，逐渐积累起财富。女人跟着这样的男人也比较容易享福。4. 下眼睑有痣。男人有多层眼皮，而且紧贴着下眼睑接近眼袋的地方有痣的话，为典型的居家型男人，对老婆很体贴，而且特别宠爱孩子。孩子从小到大的一切事物，不管是小时泡奶粉、换尿布，还是长大以后的学习，他都会一手包办，当妈的完全不用插手。5. 下巴长痣。下巴长痣的男人命中带富贵，一般在此处长痣的人都有非常好的财运。就算是早年的生活艰辛，只要是自己肯付出努力，就一定能够赚得金银满钵，积累起来不少的财富。若是女人能够坚持住与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日后能够同甘共苦，一旦发达，生活富足饱满，一定能够有非常好的发展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，典型的旺妻制。嫁给这样的男人一定能够过得幸福。6. 嘴角长痣。嘴角边1厘米左右的地方有痣，是衣食富足的象征。这样的男人婚后不但不会拖累老婆，还会给老婆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。此外，嘴角下方有痣的男人也值得嫁，因为他们有得大财的运气，比如突然继承一笔遗产之类的，生活上会过得比较富足。而且与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一定会非常懂浪漫，尝遍各种美味，通常不会太乏味，嫁给他们就是掉进了福窝。7. 臀部有痣。虽然这种志向并不为人所熟知，但是在相学中，长在臀部的志向确实是有福之相的典型。这颗痣象征着男性能够稳坐江山，大权在握，成为老板的可能性非常高。而且他们懂得家庭的稳定才是自身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，所以对于自己的妻子极为重视，能够让妻子和他们一起享受出色工作所带来的福运和财运。8. 手掌心有痣。在志向学中，手心有痣代表着富贵在手，福气充足。相书中有言，掌中有痣，财在手中。这种人一般财运旺盛，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，而且为人非常的实在，待人比较真诚，做事非常的踏实，而且性格乐观，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退缩和逃避，整个人非常的大气，有格局，看待问题目光比较的长远，不仅自身事业发展顺利，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和收入，而且还会给妻子带来好运，日子越过越富。在婚姻中，最重要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就会很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个好身体。不过呢，一个人是否长命，从面相大概就能略知一二，有些都是命中注定。那么什么面相的男人是短命面相呢？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讲一讲。1. 天中塌陷，高低美。天中在脑门正中，从发际下2指，凹陷，多主破祖，严重损伤父母。成人后都遭人贬低、诬陷，不成器。年轻时多遇跌祸，难以成人的多，纵然成人多不长寿。2. 嘴唇不对称，歪斜不正，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福禄。嘴巴主60岁后，嘴型歪，主下庭破相了。
再遇上老婆婆嘴、地包天、吹火嘴、龅牙露齿，都主不长寿。3. 山根短，鼻歪斜。鼻子是男人的寿根，鼻子大的性欲强，鼻子歪斜人品不正，事业就更不用说了，鼻子管着中年时运。歪斜不正，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？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，山根断裂，续接不上，主短命。4. 眼神游离，迷瞪，没神采。眼睛通神气，心气弱的眼神也弱，犹如没睡醒一样，看上去没有光彩，犹如光有壳而魂魄不在，所以短命相。如果一个人事物不定，好像没有根一样，说话颠三倒四，离死也就不远了。5. 气浊如喘性粗暴，喘气跟出气筒一样，呼呼有风，或者跟农村当年风匣子一样，喘息有声。这种多数不长寿，短命患病的多。如果再加上爱生气，办事说话脾气急，性自暴，好冲动，必当不寿。6. 眉毛粗浊散乱，眉毛为保寿宫，眉毛长得清秀的，灵气高，人通心神，也就是聪明懂事，心慧有灵，则神清气爽，容易长寿。眉毛短促逆反，性情悖逆，做事莽撞无序，为人混沌不开，所以平时气息浑浊，不能养命养气，也多粗俗不堪，气浊神粗，难以长寿，多主猝死。7. 耳轮枯黄，耳珠暗淡发黑，耳无润色。耳朵是寿根，先天之本，耳朵长的形状差点不要紧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差，吃过苦。但是耳朵气色差，主先天不足，肾气枯萎，则生机难以延续。如果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多主心脏病等早猝。8. 人中长则寿长，人中短则寿短。人中是任督二脉交汇点，统帅全身阴阳二气，统领奇经八脉。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多按压人中，刺激穴位，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。人中长不足喜，嘴皮薄，浅露无沟，亦不足寿，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。人中处嘴唇厚实饱满，无痕无痣无斑，皆主不妨寿远。如果人中断了，有横纹有坑凹，多主短命。9. 张行鼠窜，走路跟胆小的动物一样，头先脚后，慌张乱窜，或者是像拉磨的驴一样，一步一点头往前赶，急急忙忙，这都是短命相，一辈子又穷又短命。10. 声音沙哑，有些人的声音天生就十分的沙哑，说话也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而有这些面相特征的人，也是注定要成为短命的人的。要知道，声音的面相也充分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元神。声音沙哑，有气无力，这很明显就是精力不足的表现，也是身体健康差的表现，因而该人多半活不长。有以上这10种面相特征的男人，一般都比较短命。但一个人是否能够长命百岁，不仅可以从面相看出，还可以从手相中了解一二。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容易短寿呢？ 1. 生命线很短。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，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，跟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生命线越短的人，生命力越差，健康运势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，因此这样手相的人特别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，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、疾病。可以说，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。2. 智慧线上有星纹。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，但事实上，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。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了一个星纹，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。因此，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，他们应该注意养生，否则很可能会猝死。3. 生命线末端的星星纹。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星星纹，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，比如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，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。因此，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。4. 智慧线向下弯曲。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，还与人的思想、心灵、精神状态等有关。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，他们不乐观，而是悲观和沮丧的。因此，像这样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。5. 生命线呈倒钩状。生命线主要关系着我们的寿命、健康等，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纹路。一般来说，生命线
身、长、直的人寿命都比较长，个人的健康运势也十分好。但如果生命线呈现出倒钩的形状，是非常凶煞的手相特征，暗示着很容易因为疾病而亡，死于病魔之中。6.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。如果你生命线的末端位置出现了很多分叉的小细纹，如果流苏形状一般的纹路，这样的生命线也十分不吉利。根据手相学的说法，生命线有流苏纹的人是一个健康运势非常不好的人，他们的身体机能技术衰退，身体健康非常不好，时常还容易出现头晕、脑胀、胸闷的情况，长久下去必定会猝死。因此，这样手相的人要立即改善自己的饮食作息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否则则容易短命早逝。7.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。手相中的健康线，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。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，容易早逝短命，也容易死于非命哦。虽然有些人从相法上来说可能不很长寿，但是人的寿命是靠后天修行得来的，并非生下来就注定要短命。修行靠心，要心正、心善、心静，心修好了，神与气就养好了，心气旺，心神壮，没有不长寿的。有的人靠吃养生，有的人杀生以养生，有的人锻炼健身以养生，有的人中医药滋补养生，此皆属于法外之法，非养生最高境界。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，以心养神调气，心气顺了，全身通泰，光彩照人，百病俱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